这一坨看似发霉鸟屎的怪东西，其实是一只睡得正甜的昆虫。但到底是什么昆虫呢？换个角度来看，依旧看不出所以然。看来恐怕得等到它动起来了，才能见分晓。结果等了10分钟，我轻轻触碰了一下，才发现原来它是一只象鼻虫。因为我看见了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那一节像象鼻般由头部向前延伸的口吻，而其口气就长在那段长鼻的末端。你看，像象鼻吗？而它正式的名称则是绒黑斑象鼻虫。顾名思义，就是体表覆满了绒毛，还夹杂着黑斑的象鼻虫，模样圆滚滚的，十分可爱。不过它自从被我唤醒之后，就开始四处爬，还不停地爬。到底是想做什么呢？原来是我刚刚冒昧地打搅了他的美梦，所以他现在其实只是想找个静谧的角落，继续伪装成一坨鸟屎，静静休息。或许正因这样看起来像一坨发霉鸟屎的外形，能让多数掠食者都兴趣缺缺吧。掌握到它们的习性后，很快的我又找到了另一只，才发现原来在这棵植物上竟然栖息了不止一只这种绒黑斑象鼻虫。你看，这里又有一只，而且这种植物竟然就是我们既熟悉又普遍到不能再普遍的园艺植物朱槿。就算有人不熟悉其名字，也一定在公园见过它这种美丽的大红花吧。其实若再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的外表体色不仅像坨鸟屎，也像极了朱槿枝干干枯后的纹路呢。你看，是不是也极具保护色的效果呢？问题来了，难道他们喜欢栖息在朱槿的植株上，就只是图个伪装方便吗？几天后，我便发现，朱槿不仅是它们栖息的地方，竟然也是它们取食与产卵的寄主植物。你看，这只就正卖力地啃食其叶柄。且不仅如此，就连枝条，甚至是老一点的枝干，它们也照啃不误。但说是啃，其实更像是用它那犹如稿子般的象鼻口吻，像这样在挖掘植物的组织。现在我们就用4倍快转的速度来仔细瞧瞧，它们是怎么用其长象鼻口吻来挖东西的呢？不过你看，它一挖完，竟然就开始转身，好像准备要产卵了。接着，它果然就将腹部末端的产卵管伸进洞中，随即停顿了下来。停顿了大约40秒后，开始出现产卵动作。
虽然因为角度之故，镜头没直接拍到卵被产下的瞬间，但这些确实是许多象鼻虫产卵时都会出现的典型动作。后来又过了40秒，它似乎产卵完了，开始排出绿色膏状物质，看起来是它刚刚咀嚼过混合唾液的植物组织，用来填封洞口，可能具有保护或保湿的作用。难怪近来我老是发现它们到处挖洞，原来不仅是为了果腹，还为了产卵呢。10分钟过后，它停止填封植物组织液的动作，开始休息。而它这一休息就是15分钟，才慢慢离开。虽然这次没能直接看见产下的卵，但后来我也真的在这棵朱槿的其他枝条上找到了好多个卵，有些卵还真的就产在已挖掘好的洞里。这也显示他们挖掘朱槿枝条的行为，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产卵。其实，种黑斑象鼻虫是一种非常适合近距离观察的昆虫，因为它们其中之一的寄主植物朱槿，在台湾几乎随处可见。所以，只要掌握它们的习性，别被它们伪装成鸟屎的外表给骗了，也许就能在最不起眼的枝条上亲眼目睹到一场关于生命传承的动人戏码。